这位选手呢？注意看，铁英华一个大意被韩国冠军击倒读秒了。起身之后的铁英华愤怒到极点，眼神突变，直接与韩国冠军采取最凶猛的拼拳换脚。这场比赛绝对是铁英华职业生涯最愤怒的比赛。那是因为这场比赛举办地点在小胡铁英华的家乡湖北钟祥市，台下几乎坐满了铁英华的亲朋好友。哪怕面对韩国冠军金东秀的指名挑战，铁英华也在上台之前暗暗发誓，自己会拿出100%的战斗力捍卫比赛尊严，必须要将金东秀的连胜战绩给终结。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第一回合开始，黄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铁英华，白色短裤就是韩国选手金东秀。金东秀这位韩国冠军可是大有来头，那是因为金东秀曾来华挑战，陆陆续续击败了邱建良、杨卓等实力悍将，再加上金东秀的出招迅猛刁钻，这才被人称为擂台蒙面刺客。哪怕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铁英华也没有退缩让步，绝对不能在父老乡亲面前输掉比赛。他说小伙子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因为第一次回到湖北嘛，但是他会对于他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他说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的。铁英华这个选手就是拳法好，连击好，并且打法硬。现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丝毫不减。后手的直拳，后手的直拳击中了面部。因为我们看到金东秀是一个左撇子腿拳手，是个反架子铁英华典型的进攻，用前手作为杖尺，用后手作为武器。尽管铁英华刚刚被对手一个重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铁英华，你看没有？现在改变一种打法了，打法稳健多了啊！跟这位经验丰富的韩国台派选手来打呢，一定要克制他的。这是铁英华首次与金东秀这种拳坛巨星打比赛，自然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激动的情绪。当然，金东秀面对铁英华也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坚持要主动逼近铁英华的内围，争夺比赛点数。双方选手都在进行激烈的拼拳换脚，不肯让步。好在铁英华自身的体力储备相当充足，才没有吃亏。会有更好的表现。现在不错的连击，小胡铁英华最擅长就是把对方逼在绳圈上，去用自己的连续进攻击打对方的信心和阵地。这位台湾的选手打法落点非常多样，击打他的大腿、腹部，并且自己下位的低扫也很多变。的确，这位选手的泰拳技巧不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金东秀打和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罗战基同孙翔那种打法还是有所不一样，没错，不一样。这个选手打法更柔滑，你看那是软绵绵的，但是绵里藏针。这也就是我们韩国选手的特色。韩国式的选手呢，打法的力量是蕴含于内的，并且特别擅长于年抱往前缠斗。近距离、中近距离的打法非常刁钻，并且落点非常诡异。这个选手曾经在我们的比赛中呢 KO 了林帅。对，在去年那个中韩对抗赛在韩国的首尔也是这样软绵绵的打法，但是他是一个高边腿上头，没错 KO 的林帅，他的重击非常。比赛来到第二回合，面对金东秀的再次逼近，铁英华却改变战术打法。不再是谨慎的防守反击，随即开始主动与金东秀展开内围拼拳换脚，是要在这回合铃声敲响之前 KO 掉金东秀，证明实力。金东秀也没想到今天的中国选手出拳如此拼命，铁英华这时候也越打越凶猛，貌似已经彻底忘记了疼痛，打算以此扩大比分优势。今天比赛里面，我们的中国选手的体能都非常好，而且打法还比较清晰。可以看到这位韩国选手的爆发力和从零到全速的启动能力非常好，看起来软绵绵的，但是每一次的重击速度在运程上都非常有特色。而铁英华就还是有一点点硬，我个人认为他是有一些紧张，而且在跟对方的对攻中呢，由于对方一直逼着他打，一般小虎都是逼着被对方打，现在被对方逼着打，在心理上有一点点压力。在第二局比赛里面，我们现在看到铁英华有意识的加强他的前手拳的进攻，因为毕竟对方是反架的选手，你用后手拳打对手的时候，正好俩赢了一局，没错，玩暴打。这时候铁英华要有意识加强这个腿的进攻。这位韩国的选手呢，在身法和步伐的转换上是有特色的，自己看起来很软绵绵，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重拳打的都非常不错。就看他的身法一直在躲铁英华的拳，铁英华现在连续的4个进攻，
现在观众朋友们就是看到很难得的铁银华一个高边腿上头的动作。没错，双方今天这片就是拼拳了，以为也是一场拳击比赛的一个运动。韩国选手一个飞膝，被铁银华连续2个右手的平勾。韩国选手的这个打法的落点非常聪明，他看到小虎有防守的空当的时候，会一直攻击这个点。真正要从这个拼拳的量来，铁银华根本不是对手，而且还略微占两分。没错，只是这方你看，他有拳头这种变化。我们看典型的铁银华进攻前手2尺后手的重击。铁银华擅长把对方逼在脚。比赛进行到现在，双方选手的比分差距依旧很小。那是因为每当金东秀采取凶猛进攻扩大优势的同时，铁银华也会立刻打出成倍的组合拳还以颜色，哪怕在拉安全距离的同时，也能利用腿法打出精准命中。目前就看金东秀这位选手有没有因为急于进攻暴露防守破绽，那也将成为铁银华获胜的关键机会。日本人，而南方是韩国的金东秀。现在双方来对拳法对拼，第三这种转换就看谁落点更准确，对对方的拳法防御更好。对方现在这是硬拼硬打啊！小虎刚才一个低扫破坏了对方的平衡，对方还以颜色。现在双方在短暂的将近几十秒的时间里，已经换了很多拳了。让裁判马刀告诉金东秀不要利用这种带摔技术，虽然在纯泰拳比赛里面可以，但是在 WF 自由搏击竞赛拳当中，这种带摔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取消了主动的摔法。这个韩国选手呢，发现对方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这位选手就是经验的表现，不停的改变比赛节奏，把比赛的优势往自己方面带。你看吧，现在就是这个韩国这种连打又出来了，就粘着你。对，现在小虎想尽办法给打开。我们看金东炫打几个拳，在对方小虎以为他还要拼拳的时候，马上用膝。这种上下的连击的确没错，因为双方的报价相反，韩国选手的轻重拳相对于小虎来说是互换的，所以小虎在防御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现在韩国人手的勾拳，金东秀体能下降，这时候小虎要抓住机会，要拼命打击对手。前手之后，小虎有拳跟上，快上勾拳，再来2次、3次。韩国选手的膝法也还击了一下。倒计时还有在第3回合，铁银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起码在第3回合，双方都拼了。哇！今天的武林风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根据评审一致判定，铁银华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铁银华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